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呢，我又把大家带到比亚迪的总部啊，就是深圳这一边。来到这边呢，就要来看一台他们最新发布的一款车，也就是 Denza 腾势的这一台 N7。 影片开始前，要来为大家介绍一款70迈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就是这一台70迈 A500S 前后双镜头拍摄的行车记录器。这一款70迈的 A500S 呢，它是可以拍摄1944P 超高清、超广角画面，而且还是一个前后拍摄镜头。这个呢，就是它的后方拍摄镜头。它的前置镜头主体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小萤幕，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在安装的时候装歪掉或者拍歪掉了。这个70迈的 A500S 呢，你可以通过70迈的手机软件连接，然后通过 WiFi 下载你所拍摄到的内容到你的手机里面啊。70迈的 A500S 是内置 WiFi， 还内置 GPS 功能哦，而且最顶的就是它还支持 ADAS 功能，你可以侦测前方车辆、前方道路的白线条，而且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也可以有紧急录影功能，它还具备停车监控功能，这一点真的是 very 的 good job。如果你想要找一台价钱非常合理、拍摄出来的画面又有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的话，我推荐大家使用70迈的 A500S。至于价钱方面，真的非常良心，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70迈 A500S 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就可以查看它的价钱了啦。你们看到这样的价钱啊，不要以为它是便宜货、老牙货。70迈的产品呢，主打什么？就是稳定。70迈的手机软件稳定度呢是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像我自己呢，现在用着的每一台车都是使用70迈的产品，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70迈 A500S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都可以到我影片下方找到它的官网链接，而且关注他们的官网，还有在他们的官网购物，还可以获得回扣 voucher 啊。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啦。大家如果一直有在看我的频道的话，都知道我个人是蛮喜欢 SUV 或者 MPV 的空间啦，只不过我是没有载7个人的需求，所以如果有一辆车它是好像 Sedan 这样比较矮身的，操控起来会比 SUV、MPV 来的更加爽，然后又有好像 SUV 那么好的空间的话，这种车型叫做 Wagon 嘛，对不对？可是，在马来西亚一般上啦，人家对 Wagon 啊，就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啊，好像拿来载棺材这样。我身后这一台腾势 N7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看的 Wagon 车型的 crossover 啊。你可以讲它是一个 crossover， 也可以讲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很爱称之为 SUV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Wagon， 它有一个 Sedan 的这个离地间隙，它没有很高，低重心表现啊，也是比较偏向于 Sedan。然后它又有一个比较长的屁股啊，比较大的尾箱，还有一个很舒适的后座。那讲到舒适呢，我们等一下上车看它到底有几舒适。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表。这辆车呢，在车头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车灯，全 LED 的，然后有这个 daylight， 这边也是有一个 daylight。这一条其实我个人就没有这样喜欢啦，然后是没有 fog lamp 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360度全景环绕影像的镜头，还有一个 Denza 的 logo。然后这个车头这样看过去，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一些韩系风格的车啊？我是觉得还蛮韩系的。如果要讲到设计风格的话呢，我个人还蛮喜欢从侧面看这辆车的。这辆车的侧面这样看过去啊，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矮车身的 crossover 啊。可能有些人会喜欢那种高车啦，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贴在地面上跑的感觉。那这辆车呢，它的离地间隙就没有很像那种 crossover SUV 那么高，然后它的车身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往后延伸、往后伸展，然后有一个溜背、一个 fastback。讲到这个溜背跟 fastback， 我们这样看过去像什么车？是不是很像保时捷？尤其是我们从车尾部分这样看过去啊，你看这个尾灯，还有这个 spoiler， 还有这个溜背，很有 Porsche 的这个设计风格啊。然后这一台呢是一个全电车款，它是一个 EV 车，然后是 all-wheel drive 双马达啊，前后都有 motor 的。像昨天我们就试驾了全新的，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4轮驱动版的。哇，驾起来那个感觉真的很好，它的 traction control 那些，然后它的整个4个轮子的抓地力，感觉非常的 good job。然后这一台车也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然后在 bumper 下方呢，没有那种烂大街了的防刮材质，它是一个漆面，可是它是蒙的啦 ，matte 的灰色。这个下面有2个凸出来，好像 diffuser 这样子，不过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扰流功能啦。OK。
蹲下去看是没有看到 exhaust， 因为这辆车全电款是没有 exhaust 的。然后下面是一个整个平到完的，就是把电池平铺在它的底部，把这辆车的车身重心降低，所以驾起来呢，感觉一定是非常的爽。因为昨天我驾了那辆车真的太爽了，你们一定要留守我的频道，接下来会有的完整试驾体验，而且是激烈试驾，而且还是遇到台风天了，真的太重要了，你们一定要继续关注。然后这辆车的尾盖呢，打开来，它是一个电动尾门，缓缓的升上来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下面很多人就会问啊，有没有 spare tire 啦？现在就来揭晓，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电车款。下方呢，应该是用来放电池还是放摩托了？因为这辆车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然后有一个小格子啦，可以放这个 cable 啊、补胎剂啊，还有紧急打风器之类的。然后这一台车呢，在这个位置没得拉一个遮罩帘哦，所以呢，我看一下啊，如果从外面看进去，会不会看到我放在后箱里面的一些行李啊？其实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不太适合马来西亚啦。可是在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中国到处都是天眼，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去爆你的镜子啊。它的这个车门把手的设计，当你的车在行驶的时候，或者你的车锁起来了的时候呢，这个门把手是会收进去的，所以整体看过去会比较整齐。收进去也是为了减低这个风阻啦。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后门看一下，哇，这个车门很重哦 ，solid 哎。然后这里当然没得打油啦，它是用充电的方式。轮胎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用的是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C， 是不是很熟嘞？这个 Premium Contact C 系列呢，其实就是跟我的 Toyota Vios 一样的轮胎，可是它的尺寸非常大啦，是一个245/4520寸的 Sport Rim Dual Tone。这个 Sport Rim 大家觉得怎么样？现在车里面是我们的阿邦干正在介绍这辆车，等他介绍完了过后，我们再上车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一台 Denza 最新出的 Crossover， 或者我觉得是 Wagon 的车型，它的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 ？Let's go！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深圳的 BYD 总部，然后我身后那边呢，还有比亚迪的海豚，我已经把这辆车开上云顶了哦，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一部影片。如果你们错过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在海豚的后面那一台黄绿色的呢，就是海鸥。几个月前我们来到深圳 BYD 总部的时候，也是有拍过那一台车，那一台车的影片也是在影片右上角哦，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过去看一下。现在这个阿邦干正在为这台车做 Interior 的讲解。来，我们上车看一下，因为这辆车还是一个中国大陆版本啊，所以它的驾驶座是在左手边。海外版本啊，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版本，以后可能会进来，就会变去右手边。我们一进来这辆车哦，哇，这个 Interior 的颜色我喜欢诶。我们一般上看到的 Interior 的颜色啊，都是黑啦，就是白啦，不然就是 brown 啦。这个是一个灰色，我觉得灰色看起来很好看诶。然后坐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荧幕超级无敌巨大，有3个荧幕诶。这边前方呢是我的 meter， 是一个全电子仪表板。最右边呢，也就是乘客座啊，也是一个全电子的，然后可以看戏啦，我猜。然后中间呢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荧幕，这个荧幕是固定的啦，它不能旋转。但是其实我每次都觉得那个旋转功能是没有什么用啦。Steering wheel 方面呢，它的调整方式是用手动的，上下前后，哇，而且它的这个前后幅度很大。我的 Vios 应该只可以动1寸半这样罢了，可是这个可以动很多。上面有一个 Denza 的 logo， 非常好看。然后有很多按键 ，ACC 自动跟车啊，它已经叫做 ICC 了啊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是比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来的更加高阶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是它的冷气出风口，在这个位置还有显示这个气温哦，还有风速哦，而且还是我可以用 Touch 来调整 ，OK， 然后中间的冷气出风口也是电动调整的 Air Vent， 在这个位置呢有2个我很喜欢的无线充电座，而且如果把手机放在这边充电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斜角度啊来看到我们手机上面显示的内容，然后2边都是有55瓦的充电功能哦。这里有一个水晶的排档杆 RND， 非常的漂亮，然后整个内饰上面啊吊布这些全部都是暗灰色，它不是黑哦。哇，这里还有一个化妆灯，还有一个超大化妆镜 ，very good， 还有一个超级无敌大个的天窗。这个天窗呢是可以把它的这个遮罩帘关起来，可是它的移动速度有点慢啦。整个 interior 的质感还有这个沙发非常好坐，它的发泡棉啊是很柔软的，很好坐，我很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既然刚才我讲它是 Wagon 嘛，这样后座一定要很好坐才可以。这个后座真的一流啊，椅背倾斜角度啊，好像那种 MPV， 然后你坐在中间那排，把椅子往后折一样。很斜，很好坐，哇，一流。然后中间还可以放下一个 armrest，哇，
armrest 中间还可以打开2个置杯架，当然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啦。这个后座真的一流啊！如果这辆车进来马来西亚，老板们，你们不要再买什么 Alphard Wildfire 了，你们买这辆车坐在它的后座真的爽，而且它不是一辆很高的车嘛，开在路上啊没有这样摇晃吗？而且又有一个平铺的刀片电池，就是把整台车的这个车身重量啊压制在这个车身底部，就是有更好的 low gravity， 所以老板们坐在后座你就不会这样摇晃，后座又舒服，冷气又有，全景天窗又有，是不是很爽的享受嘞？所以呢，你们觉得这辆车如果在马来西亚发布的话，卖多少钱你会买单啊？你们比较喜欢 sedan 还是这一种好像 wagon 又好像 crossover 的车型呢？如果你要舒适舒服，开长途要爽爽，或者你有司机载你的话，这辆车真的 is the best。那如果你们想要 BYD 把这辆车引进马来西亚，快在我的影片下方打上来，相信 BYD 的人会去看的。等他们看到了过后啊，可能就会考虑把这辆车引进马来西亚了。那接下来我也会带大家看更多 BYD 的车款。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其实嘛，最近有在做活动啊，也就是一个叫做 Spend and Win 的活动，总价值达2万马币啊！大奖呢，我们将会送出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版本啊。二奖呢，我们将会送出2台小米的43寸 Smart TV。三奖方面，我们将会送出3台小米的 G10 手持吸尘器。至于安慰奖，我们没有再吝啬的啦，直接送出30份 MyMore 的 Watch Flow 智能手表，活动日期即将来临，所以赶紧到我的影片下方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 link， 希望大家赶快把你们要买的70迈产品放进购物车，赶快跟它下单啦！